有些劇是用來追的，有些剧是用來受刑的。剛開播就被封為改命教科書，但網上罵聲也大到差點把伺服器掀翻。今天老頭自己就來跟你們掰扯一下這部《我的山與海》到底是時代神作，還是純粹在消費苦難的狗血大戲。別急着關，看完這支影片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說這部的轉折硬到像我這把老骨頭。說到這部劇，就不得不提主角方婉之。譚松韻這次是真的拼了，為了演這個大山走出來的女孩，據說減重學方言，連眼神都透着股倔勁。開播收視直接衝到央視前幾名，討論度也是紅紅火火。如果你是追求那種打不死的小強逆襲劇，這部《我的山與海》絕對能讓你燃起来。对了，還沒訂閱觀測站的朋友，趕緊點個訂閱，不然錯過下集精彩演算法可不會再推給你第二次了。但問題來了，口碑兩極化簡直比主角的身世還離譜。有人說這是人世間之後最好的年代劇，有人則說這是披着年代皮的極端苦情。這部劇改編自梁晓声的小說《我和我的命》，這主題就很直白了，講的就是一個女孩怎麼在時代洪流裡改命。雖然目前評分還在波動，但在華語圈的討論度已經是炸裂級別，甚至連外媒都在關注這種獨特的成功模式。老頭子，我看了這集之後，最深的一個感覺就是制作組是真的有心，他們居然1:1還原了1993年的深圳華强北那些綠皮火車、大頭電視，簡直是把當年的汗水味兒都給拍出來了。這不是一般的影視城場景，這是一種時間被凍結的真實感。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有點年紀的，看到這些真的會感嘆那個時代的野蠻與希望。這部劇抓得很準，不過視覺上的高級掩蓋不了劇本上的生硬。劇中那種一個坑接一個坑的寫法，真的會讓人懷疑編劇是不是對方婉之有仇。明明都要成功了，突然來個家庭變故；明明遇到好人，突然又是背叛。這種敘事節律，老實說有點老派，甚至有點為了煽情而煽情的嫌疑。你們追劇的時候有沒有那種這轉折也太硬了吧的吐槽衝動？所以這部劇現在就像一個矛盾体，一邊是讓你目不轉睛的寫實細節，一邊是讓你懷疑人生的狗血反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老頭子，我覺得這得從這部劇的核心衝突“命運”這2個字說起。我們進下一部分，看看這劇到底是有多敢拍。方婉之的人生簡直就是水逆的代名詞，從山村闖深圳，從擺地攤做到玩具大亨，聽起來很爽吧？但劇裡偏不讓你爽。她身邊的人除了閨蜜，幾乎個個都是來給她力竭的。生父冷漠，養父誤解，男友背叛，這些衝突疊加在一起，真的能讓觀眾血壓飆升。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方婉之，在那個處處是陷阱的90年代，你能撐過幾集？在這裡我必須得提一個反轉锚點等等。我剛才說劇情很狗血，但如果我們換個角度看呢？原者其實是在探討一種生存的本能。現實生活中的90年代創業潮，其實比這劇裡演的還要殘酷。那些被時代拋棄的人，哪有什麼精緻的轉折，全都是血淋淋的硬着陸。影評界有一派覺得，這種硬轉折反而是對那個粗獷年代的一種笨拙致敬。你覺得呢？但問題是，劇集畢竟不是紀錄片。當方婉之在短短幾集內經歷了養母病逝、身世曝光、父女決裂這3連擊時，我真的在電視機前差點坐不住。這哪是在拍奮鬥，這是在拍方婉之歷險記吧？這種敘事邏輯的斷裂感，是目前支持者與反對者爭議最大的點。到底是真實的磨難，還是編劇在案頭讓你哭？這個問題一直縈繞在整部劇的上空。說到這裡，我們來看看譚松韻的演技，她確實在努力調和這種斷裂感。那種從山村少女的清純到深圳商場後的幹練，層次感是有的。特別是她說方言的時候，那種韌勁真的很抓人。但即便如此，有些橋段還是讓我覺得這不是演员能救得回来的命運硬伤。編劇把磨難寫得太飽和，反而讓角色的成長顯得有些被動，這是我比較遺憾的地方。我們再來聊聊這部劇的山與海。山代表原生家庭的重擔，海代表深圳的機會。這劇做對的一件事，就是沒把深圳拍成那種美圖秀秀式的辦公樓，而是拍出了那種充滿汗水、噪音與陷阱的鋼鐵森林。這也是為什麼雖然大家罵劇情狗血，但收視率還是居高不下的原因。因為那種活下去的渴望，是每一個在大城市拼搏過的人都能共鳴的。所以這部劇現在分裂成了2派，一派覺得它寫盡了命運的無常，另一派覺得它是在靠賣慘賺眼淚。老頭子，我一開始也沒想到，看完之後我的心情居然會這麼複雜。不管是哪一派，都不可否認這部劇的劲頭十足。接下来我們要聊聊它最讓人火大和最讓人讚賞的地方。好，老頭自己現在要來說真心話了。這部劇有一個地方真的讓我看得很皺眉，
就是對原生家庭關係的處理。方婉之對那個冷血生父的過度妥協，對養父又顯得不夠關心。這在很多觀眾眼裡簡直就是白眼狼。我明白編劇想寫那種斷不開的血緣拉扯，但寫的火候不對，反而讓主角顯得卑微。這裡我就直說了，這絕對是劇本裡最讓人想棄劇的短板。但回頭看看他做對的地方在哪兒，是那種孤勇者的氣質。在那個女性意識剛覺醒的年代，方婉之沒有依靠任何人，硬是在電子市場這個男人堆裡扎下根。這種女性成長的底色，比其他那些靠男主角救場的都市劇要硬核得多。雖然過程很狗血，但內核是閃閃發光的。這一點是很多年代劇想拍卻拍不出來的真實勇氣，值得我們點個讚。我們進一步挖一下視覺細節。導演處理大山與深圳的對立時，用了大量的暖黃與冷藍。大山是凝固的、泥土的，而深圳是冰冷的、鋼鐵的。這種視覺語言其實在告訴觀眾，脫離大山就要脫一層皮，這不是一般的小清新奮鬥史。這種視覺上的層次感，老實說，救回了不少劇本邏輯的分數。它讓觀眾不是在看戲，而是真切感受到了主角那種找不到歸宿的孤獨感。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就是劇中的配角群像，那些在市場裡拼命的打工仔，為了訂單喝到胃出血的小老板，寫得非常生動。他們不是背景板，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山與海。這種群像式的描写，極大豐富了這部劇的厚度，讓它不只是方婉之一個人的奮鬥史，更是那一整代深圳拓荒者的側寫。看完這些配角的故事，你才會明白那個創業時代的瘋狂。所以，如果要我總結，這部劇就像是一道重口味的麻辣燙，食材是頂級的年代感，調味則是過量的苦情。有人吃得很爽，覺得這就是人生；有人則覺得太油膩，難以入嚥。但我建議，如果你對女性職場或90年代創業感興趣，至少先看個5集。那個時段的張力是近年來少見的。接下來我會給出我最後的評分和立場，這可能會有點爭議啊。來到最後的裁決時間，有人問我這部劇到底值不值得看？我的答案是，如果你現在正處於人生的低谷，或者在被原生家庭困擾，那這部《我的山與海》雖然苦，它能給你一種硬扛下去的力量。它不是那種給你看星空的治癒劇，它是那種告訴你天快黑了，你得趕緊走的催促感。這種粗縊的力量，有時候比溫暖的雞湯更管用。這是我站在支持這方的原因。但如果你追求的是邏輯嚴絲合縫、敘事優雅的影視精品，那我勸你三思。這部劇的糙，這部劇的生硬，甚至那些讓人翻白眼的狗血情節，都是它無法抹去的標籤。它就像90年代的深圳，野蠻生長，不講道理，只看結果。老頭自己覺得，這部劇最大的勇氣在於他敢把苦難拍得這麼橫衝直撞。即便手法顯得有些老派和拙劣，那也是一種真實的生命力。最後看看結局，方婉之功成名就後選擇回到大山神仙頂，這個選擇非常有意思。這代表他終於跨過了那座擋住視線的大山，也看過了那片波濤洶湧的大海，最後選擇與當初那個弱小的自己和解。這種和解才是這部劇在漫天的爭議與讚美聲中留給觀眾最珍貴的禮物。它不是在教你怎麼成功，而是在教你怎麼跨過那些原本跨不過去的坎兒。最後給個總結分，視覺還原滿分10分，我給9.5；演員表現9分，但劇本邏輯我只能給6.5。綜合來看，這是一部值得看，但也值得罵的作品。它不完美，但它絕對比那些軟綿綿的甜寵劇更有嚼勁。你是想吃肉還是想喝糖水，這就看你的胃口了。我們影視觀測站永遠站在真相這一邊。好了，關於我的山與海，老頭子就掰扯到這兒。你是覺得這種命運硬拉的寫法很真實，還是覺得這就是編劇在刻意賣慘？在留言區跟我大吵一架吧，我等着你們。別忘了按讚分享這支影片。如果是新來的朋友，趕緊訂閱支持一下。我們影視觀測站下次見，拜拜。